国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完成了从大阪跑到京都的外国人。哎，大家伙早喽！5月2号星期四清晨5点45，我已经在要出发的地方了。那边一直往那边走。我一会儿会准备2个导航，一个是用 Apple Watch 这一套，直接用苹果的地图，因为我戴耳机，它就可以在耳机里告诉我。然后呢，高驰这边也导入了路线图，这2个路线图应该我没有一个一个细节去核对，但是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今天你看，我带上了麦克风，我们就准备出发吧。我现在才慢慢适应这个导航。刚才跑错了一点路，所以这种肯定不可能按照既定的距离实现。今天还有一个任务是评测脚上这双匹克 UP30 Elite 这双鞋长距离的衰减表现，所以今天的内容可能会剪到2部不一样的视频里。今天是好天气，终于出太阳了。我没带水，所以路上就自动贩卖机或者是便利店有那个公交贷 C 卡和现金可以付钱。小伙伴们看，跑到了电川河畔。其实京都的鸭川就是电川河一路过去的一个水系，有很长一段路我们要沿着这条河的河岸跑了，一下感觉远离了城市，但是其实我才跑了不到8公里。就是这条河直接通到京都的，我感觉我要上到步道上，有点晒今天，但是那个佐吕间湖的100公里基本就是这样，因为它也没有树荫。这几公里一直是4分30多，开机到河边跟大伙聊聊天，稍微慢一点。不过一直沿着河岸跑有一个小问题，就没有商店了。不过他们这儿卫生间水龙头的水是可以直饮的。我还不应该进来，我要从底下过去。看，穿越隧道。到目前为止完全按照导航走，这导航还是很准的。其实导航讲准，主要是地图更新的及时并且细致就好了。但是我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我左手苹果的这个导航，我选择的是步行，因为它没有跑步那个选项。然后呢，刚才就走了一个过街天桥。我说怎么给我规定的那个爬升比昨天高驰里那个多？可能是过街天桥的事儿，因为步行它不考虑你走不走台阶嘛。回头我再看看高驰这边地图的详细的规划，是不是也有那个过街天桥？看有多高啊，电川有多高啊 River， 看距离大阪湾 Made 就是到达大阪湾17.2公里，17.2公里就到海边了。有小伙伴说，大阪到京都真的那么近吗？就是那么近。这边整个的，就你看惯了北京的地图、上海的地图，到这边你就发现，它比例尺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城市真的挺小的。
看底下的乡间小道，还有球场、足球场。你说在这儿踢球，那河里为什么没有球呢？可能没有什么人在这儿踢球，因为那儿没有护栏啊。大家看电川河畔的景色，我的导航让我在这条路跑，不让我下去。要沿着河跑很远了，欣赏欣赏风景。不知不觉已经跑了18公里多了，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小城市。看前面的路标，都已经有京都的路标了。刚才在一个路口出现了导航的故障，因为我发现我左手跟右手两个表设的地图就路线不一样，我调整了一下，耽误了不少时间。我这一趟的原则就是不停表，不管是买水还是上厕所。刚才在贩卖机买了瓶水，但是吧，贩卖机这边刚才看见那个只能是现金，用了1000元的纸币，结果找了一堆钢镚儿。如果把它放身上呢，兜里呢特别响，所以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手里拿着。自己跑就是跟比赛不一样，觉得累，跑不快。快要到梅芳市了，也有可能都到了。你看这儿距离京都27公里，如果是开车的话。但是咱们跑步就会进不少，所以这边确实哪儿都不远。跟你讲，27公里这又不堵车，一脚油恨不得就到了。如果开车，到这儿都有路标了，就更不容易迷路了。嘿，小伙伴们，又换上了全景相机。现在一路沿着路标在向京都前进，已经跑了22公里了。这个桥叫木野桥。
体感说实话啊，不轻松，努力吧。他自己跑跟跑比赛不一样，感觉。你看这儿前面的路标写的，如果开车到京都还要24公里，它应该是有一些路跟我步行不一样。因为其实我没有跑冤枉路，按照导航走的，大概多跑了1公里，可能最多1公里，所以我应该还有20公里左右。现在手表的累计的平均配速挺慢的，因为我刚才又停下来找了找路。加油吧，加油吧！因为停下来找路，刚才那公里6分多钟。小伙伴们，我在这儿等红灯，刚才那一路跑过来好危险呀！这条路是可以走人的，但是呢，有点像我们那儿那国道，就是郊区那种国道，就特别窄一条线，给我吓坏了。这儿这条河已经不叫有沟嘎瓦了，已经改名了 ，Kizu 嘎瓦，不知道什么意思。距离大阪港37公里了，刚才我们录像的时候是17公里。你看这儿等红绿灯，我也不停表。刚才又看了半天导航，因为这条路太可怕了，就眼前这条路，也就沿着这小边儿，有时候宽一点，有时候窄一点。走。这个桥再往那边走，差不多就进入京都的大范围了。我刚才应该从底下跑，但是底下我又不确定有没有路。30公里了。哎，小伙伴们，32公里了。要是比赛的话，就是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我都跑了2小时46分钟了，也就是说，如果比赛这时候已经跑完了。看这儿怎么走啊？我等这红灯。这儿公交车上的地名我就都不认识了。像今天的平均配速就是这么来的。我这儿你看，我表是开着的，看吗？我不知道收音怎么样，因为我带了麦克风，但是呢，百密一疏，麦克风录满了。我不知道它在蓝牙状态下会怎么样，就是是不是还会正常传输信号。看看，哦，这儿要左转了，走这条小路。这条路可能导航告诉我要跑3公里多，一会儿就把这个相机收了，然后吃一个羊羹。对，给大家看看这羊羹。我现在把相机收了。小伙伴们看，就这个，那走2步，看这个，这不用撕开，你看就这样直接。这样吃，这一管是113千卡，也挺便宜，110日元一管，就5块钱，搁现在。吃完这个，然后咱们再继续上路。我头上的 Go 3已经没电了，我这腰包里还有一个 Go 2。但是今天又百密一疏，没有带2代的
别在头上的那个夹子。吃完。这挺神奇，不用思考。小伙伴们已经进入京都了，现在到了京都的福建区，就是福建道和大社那个福建。我现在在，就是上次去看樱花，刚开春的时候，那个河津樱那个地方在店，因为刚才路过了那个赛马场，我才知道我到这儿了。所以不竞速的马拉松还行，就是它是两种类，就这种类就是腿有点僵，都跑了3个小时了，平常这时候都吃上东西了，还有好几公里呢，加油加油！嚯，看这家餐厅叫龙凤园，肯定是中国人开的中华料理。行吧，继续向前。小伙伴们看，鸭川，这就是鸭川了。如果顺着这条河这样上去，那边就是7条、6条、5条、4条，然后八坂神社，那边还有什么花见小路，对吧？之前本来想的是跟家属约在4条见，但是呢，一看太远了，到4条要45公里，就在京都站见吧。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感觉快了。我看看啊，现在马上就39公里，我可能要43公里到京都站，还有4公里。小伙伴们看，京都站的路标乌丸通，走了。我刚才跟这儿弄相机，又站了得有4分钟。家属给我发了个短信，京都站面向京都塔的口2楼 ，Mr. Donuts 在那儿等我。啊，这是10条站。42公里了，这公里等红绿灯和弄相机用了7分多钟。小伙伴们看我左右开弓要到了，跑了3小时40多，哈哈哈，大概有43公里的样子。导航让我从车站穿过去，整整43公里了。看，京都站。我已经停表了，直接从京都站的这是南门进去，然后去找家属。那一会儿我们和家属会合之后咱们再聊啊，真不错。哎，小伙伴们，看我的后边是鸭川。顺利到达了京都，现在是下午了，已经吃完了午饭。
本来想在京都站前跟大家聊，但是游客太多了，全都是游客。今天呢，算是成功，也算是有些小遗憾。怎么说呢？成功是我完成了从大阪到京都，跑到京都。我觉得从大阪跑到京都这个事儿，可能当地人也没有多少人干过。那天我看平田先生发了个动态，从京都跑回大阪，也是41公里多。就真的不会有太多本地人干，外国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完成了从大阪跑到京都的外国人，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真的是的话，那就太有意义了。路上呢经历了很多波折，我大概估计我找路加上走错路，还有买水，还有等红绿灯。可能全算上这4样占的时间可能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因为我基本上跑动的时候，我看我手表的平均配速都在4分30多一点点，最后我的整体平均配速是5分17，这也是我要说的小遗憾，就是我坚定了决心不停表，我就要看看，就把它当成一次远足那么来干，我倒要看看怎么样。因为这个路线不太适合竞速，绝大部分的路都非常窄，就是人行道嘛，而且都是不平的，也还行吧。我也不知道我跑没跑对，反正大家可以看我的 Strava， 那些配速什么的都是断断续续的。在19公里的时候买了个水，买了一个宝矿力，没喝完，拿着太沉了，喝了1多半给扔了。正好路过一个便利店，有那个扔水瓶的垃圾箱。吃了2个羊羹，还行，吃了早饭出来的。早饭吃了一个 bagel， 一个前2天我们跑团合练时候后藤先生带回来的伴手礼，那一个小的苹果派。差不多早晨的早餐热量可能是450千卡，然后路上吃了2个羊羹是230，支撑一场马拉松。我明白了，跑得慢真的挺累的。你看我这一趟跑了3个多小时，3个小时40多分钟，我觉得就感觉，再说站4个小时都挺累的，但是也还好，它没有像那种我跑强度课或者跑强度马拉松或者跑比赛完了以后那种精疲力尽，那不溜达还挺好的。听着背后压川的河水的声音，好有感觉。这条路我跑过，我第2次来京都旅行，住在福建道和大社那边的一个民宿，我从那儿沿着鸭川7条、6条、5条、4条，然后向城里拐去2条城，去2条城转一圈再跑回去。所以我现在坐这条路我应该是跑过的。鸭川边上就有那种就是河水的那种味儿。这条河挺宽的，好多鸽子呀，家属在拍鸽子。开心的一天，我终于完成了我这个心愿。至于脚伤呢，今天全跑完以后，现在摁压的话会左右脚有一点点不一样，受伤那只脚会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今天穿的匹克 UP30 Elite 那双鞋，正好也是评测它确实是感觉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价位的鞋里面很能打。行，跟大家抒发一下开心的心情，给大家看看鸭川。我们就在鸭川的画面中，最后跟大家说，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只有努力的生活，才能看到更多的美景；只有努力的生活呢，才能真的平安顺利。那天我看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只要你努力去做，该来的总会来的。面前这座桥就是7条的桥，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座桥往回走，回家了。咱们下回再见。